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国际政治专家王志生，吴浩，大家好。好，那在昨天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开了记者会，那12颗星星站在旁边，当然为了军购，好吧？那除了这个，这算一算，应该是赖总统已经是第2次召开记者会了。那当然，在昨天你看到白银风向是不是转了？那剩下蓝银呢？蓝银会被丢包吗？那当然，蓝银也讲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步骤，包括郑文主席也说了，那他们不会松手军购。当然，那各方来看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提自己一些的版本，但当白银说要让行政版本复以后，那所有的实质绿白合是不是第一次成型？未来是不是还有其他像这样一些面向都会这样？这是柯文哲操的牌吗？但是所有对赖总统这么在乎的军购的所有这些事情，那你看到，包括赖总统除了昨天开记者会，今天再度接受法新社的专访。那除了这个以外，包括国民党主席，包括民众党主席，也针对这些提出他们的看法，让你看一下。来，台湾一旦被并吞，下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就是日本、菲律宾，印太的国家。我们想要达到任何一天对中国来讲都不是侵略台湾的好时机。国民党只有2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会采购台湾真正需要的军购，第2个，我们当然要帮老百姓看紧荷包，避免中间可能上下其手。我相信最后通过的不会是行政院的版本。昨天晚上我们台湾民众党举办了尾牙，那我跟柯老大，那跟青龙，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识啊，非常非常的强，所以绿营啊，倒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啊进行见缝插针。来，一善，我们先直接这样看，赖总统昨天开记者会，今天在接受媒体专访，念兹在兹，一直在讲的都是军购这些，甚或在昨天直接说的那算重话吧。如果要是再拖下去的话，我们会被从优先名单里面会被剔除。那同时提了当时他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那不是像潜舰采购啊、69次啊，然后甚或他在立法院里面标出口的那一段的那些画面，是要唤起所有的民众，就是如果再这样的话，会不会重蹈覆辙？好，今天在接受媒体访问，你也听到刚才包括郑丽文主席、黄鸿章主席讲，郑丽文直接说那2个标准，意思就是说我们会买。但我怎么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我总要看紧荷包啊！那挡10次是什么意思的？赶快复委嘛，一直说赶快复委。我们都说委员会可以做实质的审查，而且现在是条例而已哦。条例通过之后，还有预算，还可以再审查1次嘛。重点是挡了10次，国民党跟民众党从来没有交代为什么挡了行政院版10次嘛？到底目的是什么嘛？回过头来讲，赖清德总统接受这个法新社的专访啊，他其实提得非常清楚啊，说如果北京夺台啊，第一岛链不是只有台湾有事啊，也不是只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是台湾有事，全世界都有事嘛，包含北边的日本、南边的菲律宾、印太国家，还有整个欧洲的半导体的供应链都会出事情嘛，所以叫做台湾有事，全世界都会有事，所以台湾加强国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为什么不断的呼吁说我们要赶快把1.25兆的军购条例赶快复委审查嘛，而国防军购这一天呢我说真的我们必须肯定柯文哲终于释出口风了嘛，他跟华盛顿可能沟通过了嘛，他说民众党版本可以不用坚持啊，不一定要用民众党版本啊，民众党版本可以改啊，行政院版本我们会复委，这个是昨天林清龙讲的嘛，他们的总召嘛，讲了这。讲了说陈清龙不好意思，陈清龙讲了说他们会把总预算跟国防特别条例终于挡了10次以后，这个黄国昌领导的党团卸任之后，新的党团上来就是要过总预算跟国防特别条例，而且把它列为最优先法案嘛，那强调4次，表示他们一定会把行政院版跟总预算全部复委审查，这就不就是我们这个过去半年的诉求吗？赶快复委审查，你们可以审查可以删，
所有的东西都是台湾跟民众所需要的，而这些过程程序就是要到委员会去做审查嘛。所以柯文哲跟华盛顿做沟通之后啊，整个跟黄国昌的这个路线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黄国昌当初提出了民众党版本，其实他应该把行政院院版并案审查嘛。所以那一天最后一天的院会，他其实应该绿白合才对。那给黄国昌做一个台阶下，现在反而是因为你最后还是坚持蓝白合，所以只过了民众党的版本，反而行政院的版本没有进去的时候，还是不能做实质审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立法委员不能提所谓的预算相关法案的这个规定嘛，宪法上面的规定，所以一定要把行政院版本并案审查嘛。所以昨天柯文哲跟黄国昌的态度软化之后，整个国民党也改弦易走了，包含徐小新也提出说8000亿的版本啊，说国民党也要提版本。反对最低的傅崐萁说真的，昨天也说不会通过行政院版本，当然不会通过行政院版本，改一个字也不是行政院版本嘛，改一个字之后出来的也是立法院委员会通过的版本嘛，它已经就不是行政院版本，所以通过的当然不会是行政院版本。重点是到底要反对军购的哪一项目，要给军购多少钱，这些讨论出来之后，立法院要跟全民交代嘛，还是要复委？复委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所以我都主张啊，我现在都主张军购蓝白合啊，民众党版本4000亿啊，国民党版本8000亿啊，加起来刚好1.2兆啊，砍个500亿啊，那就等于是行政院版本嘛。所以这件事情不管是里子面子，最重要是台湾人的国防的这个保护的这个需求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面子给国民党、给民众党都无所谓，最后通过叫做民众党加国民党版本很好，重点是到底是要通过多少的预算，多少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国防部跟美方长期以来沟通的结果嘛。你们的删除啊都要有理由的，包含说要不要删除对台采购的部分，你不要那边讲说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些所谓的军火商这些问题，这些东西都不要质疑，需要的就应该买。台湾的军工产业需要这些3000亿的发展，该买的就应该买，该删的就应该删。但是复委之后，现在国民党现在问题来了，复委之后还是要从委员会通过啊。现在整个委员会，我说真的，昨天上公已经讲了嘛，召委的选举3月中啊，所以3月14号之前、15号之前，也就是说3项军购的这个所谓的deadline 的时间，应该是过不了这个军购条例啦。那到时候如果美方的态度有所转变，不卖给我们武器的，我们没有列为所谓的优先清单里面的时候，对台湾的军购是不是会产生影响？所以美方的态度很重要。另外就是传出说政习会要在3月14号，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但是政习会是不是中共的压力也会过来？所以在委员会里面的审议到最后会不会面对所谓的中共跟美方的相关双重的压力，而这个委员会的审查变成非常重要，而委员会的召委也还没有选举啊，也要等到3月才能够选举出来。但是按照上一届的惯例啊，现在有6个民进党的立委是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国民党是5位，1位是民众党的。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因为5位国民党有1位是江启臣，如果江启臣继续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因为他是副院长，不会去涉入所谓的委员会的事务，这样子民进党就有可能通过所谓的行政院的版本，最后到院会的时候大家再来协商嘛，或者是进行所谓的朝野协商，这样的对于所谓的行政院版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结构。可是你刚刚讲那个人数比例，现在听起来，等一下林涛可以回应一下，因为媒体上报道。国民党现在策略上也在变，像江启臣他们是可能会调离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另外再补2个委员会进去，还是国民党的人比你多。是，所以说要看现在的未来说3月才会是一个大的变数嘛。不管是所谓的中共或者是美方的相关的压力，或者是国民党、民众党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如何布局，这些都会牵涉到未来到底是怎样的版本会来通过。而我相信未来这件事情，国民党、民众党，你们当然可以删预算，而删除的哪一项预算都必须跟全民交代。来，林涛，我们直接回应几个地方。第一个，当白银直接在昨天讲说啊，我们会让行政院版复委，那对蓝营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要是白银跟绿营2个都复委的话，
那凭良讲，蓝营就算有52票，再加上2票友军，就算加进去，那结果还会是这样，这就变实质绿白合。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那未来怎么办？刚讲你们会调委员会，因为委员会如果照刚毅赛那样算，你们人少，那包括张启仁委员没有办法在里面算人数，那你们会在媒体报道，你们会调整那里面的人数。可是所有这些，郑丽文主席讲的那2个条件，应该是要讲给老百姓听的。可是每一次都会传说，包括巧芯的版本有没有被郑丽文主席挡下来，还是谁挡下来？其实国民党早就有版本可以出来，甚或国民党理论上来讲，国民党其实里面是军系立委最多，像陈永康委员或者他也当过海军司令啦，类似这些。其实照理来说，军购应该是国民党最拿手，对不对？对，基本上5哥我要回应刚才义善哥几个部分哦。第一个呢，4000亿，台湾民众党4000亿跟国民党可能规模在8000到9000亿，这中间当然是有重叠的嘛。所以不是4000亿加8000就等于1.25兆，你开什么玩笑？我就是开玩笑啦！开什么玩笑？你们版本都现在都还没有提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你会提出什么版本？可以跟美国购买的军购，所以中间是有重叠，不能累加。好，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台湾民众党的4000亿在这个时候副委跟行政院的做讨论，而不是他去支持行政院版本，代表其实台湾民众党跟国民党从头到尾就是没有要挡军购，而是认为什么样的军购才符合台湾的需求，所以等于台湾民众党副委这件事情也打破了民进党攻击蓝白一直不副委讨论这个军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误区啊。第三，我必须讲哈，其实赖总统讲了这样子的军购，台湾现在的国防的预算占我们的总预算，不是占 GDP， 占总预算31.1%，日本是7.3%，韩国是9.1%，我们是日韩的3到4.5倍，这也要跟民众讲清楚嘛。再来一个，也要先讲清楚，就是韩江。我们知道韩国瑜院长跟江启臣副院长，他们是正副院长，要保持中立，所以为什么要调离？因为未来在实时讨论的时候，他没办法参与讨论，所以他必须要先调离，可以把这个蓝委可以参与讨论或攻防的调进来。所以我觉得这在整个的下一个阶段的部委，国民党现在已经做一个整军整备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这在整个的下一个阶段的部委，国民党现在已经做一个整军整备的一个动作。那进入整个实质的国防特别条例的讨论，我必须讲哈，国民党希望提出的版本是支持能保障安全、稳定交货的军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1.25兆，或是未来哪样的经费的国防特别条例，它是真的可以保障安全嘛？它是真的可以交货的嘛？所以你看，台湾民众党他去完美国回来4000，他认为美国卖了这4000多亿是可以交货，而且台湾需要的。那国民党认为是甚至到8000亿，因为后来美国有通过其他的，包括陆军战术武器，还有爱国者飞弹，这加种种大概8000到9000亿。我认为啊，因为我也了解，不只是我认为，我了解到的情况哦。国民党现在的版本，确实是8000到9000亿，而且已经有版本，而这个版本是跟美国密集讨论出来的结果，代表其实过程中。国民党没有跟美国断线的，反而我们是更接线的，所以你可以回到一个主张是1.25兆国防特别条例里面可以执行，而且美国军购已经有特定项目的，国民党绝对买单，绝对买单。但是其他的空白支票，不知道要商购什么的，跟自治什么的项目，国民党绝对不买单。那请问一下，那如果行政院版本进去的话？可不可以从行政院版本的1.25兆里面去删掉你们觉得那些比较笼统的或什么什么，然后或是你们跟美方沟通的结果，然后在行政院里面找出比较需求的？有人会说这样会不会比较快？因为呢，其实，在1.25兆条例里面，真的太多项目是空白授权。OK， 所以国民党未来提出了8000到9000亿的版本会很具体，跟美国买什么，我们认为可以到货保护台湾安全的武器。我觉得这等于是统合民进党行政院版本跟台湾民众党版本，提出一个更对台湾更负责任的一个版本。那林涛，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要不要这一段当作是辟谣？因为一直在媒体上面有讲说，包括巧芯的版本有没有在智库到智库以后被挡，甚或还有媒体直接点名说是郑丽文主席、张学良副主席是他们挡下来的，然后还有讲一直也有媒体把
政协会跟所谓的军购这些事情做某种程度的连结，这些要不要大家跟民众说明一下？国民党党团有一个8000到9000亿的版本，而且是跟美国密集沟通出来的可执行的方案。我认为美国不会反对，而且甚至支持。那这个方案呢？我认为为什么一直还没有提出来？最大的结果应该是在做整个包括委员会的调配、立法委的调配，然后整个在年后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的这个铺陈。那我觉得如果有这些铺陈都完成了。我赞成这个版本赶快拿出来，没有任何理由或也没有任何一个条件有办法去阻挡国民党提出这8000到9000亿的版本。是不是有没有听到？就从头到尾没有那种无理的阻挡，也没有跟政协会有关系，那一切只是在布局当跟美国的沟通啊，所有这些。真的吗？那前面10次的抵挡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前面10次不能提出吗？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就是说刚刚林涛讲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辟谣说国民党没有挡，但国民党在过去的10次抵挡国防的时候讲的是这些吗？不是啊，他讲的是什么交货啊，然后总统不来报告啊，对不对？总统不来报告啊，军人不加薪啊，对不对？然后军人不加薪啊，然后还是谣言，然后国防采购有弊案啊。这些东西解决了吗？不是这些东西解决了吗？这些东西解决了吗？所以我们提我们的版本，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嘛。你没有提版本，你一样可以做你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情。你刚刚提的版本跟所谓的交货这一件事情完全无关嘛？我要问你嘛，你现在提的，我问你，你现在提的版本里面，如果到最后交货有问题，谁要负责？国民党出来负责吗？还是国防部负责？还是国防部负责？应该是国防部负责吧，对不对？好，然后你再来讲，你说国民党啊很负责，我们跟美方通过很多的联络，我们现在这个8000亿啊，一定都是美国。所以你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国防部昨天跟赖清德总统出来开记者会的那3军将领司令，全部提出的版本都没有跟美国讨论过喽。都是这3军将领自己提喽，太多的空白授权的项目。我要讲的是没有，所以你们提出的采购里面一定不会超过这些将领所提出的采购。那你们为什么之前不审？你们审的时候，你们一样可以把空白授权的部分在委员会里面把它删掉嘛？不是不可以的啊！第一个要删掉，对不对？空白授权。第二个要增加可以军购的项目。国民党的版本2件事情都可以符合。而且你们党到现在还在程序委员会都不让他审然后交货这一件事情。不报告这一件事情，国防采购你们认为有弊案。昨天你们的总召还在那边讲说，我们现在如果要买的话，到底我们是在美国那一圈，还是五眼联盟那一圈，还是在哪一圈？这也没有解决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完全就是两面手法。其实我回一句话就好。其实苏培你讲的东西有一个中间一个 bug，它这个 bug 就是说啊，反正我1.25兆里面包山包海，你的版本一定在我其中某一个部分，你用这个版本来删就好。但重点是这样，过去呢，这个行政院跟大家讲的1.25兆的版本里面，没有清楚告诉大家美国军购到底哪些项目，所以台湾民众党去探索了4000亿，国民党跟美国去探索到了8000亿。所以呢，我们希望怎么样？里面不要有空白授权，不要有对外的商购跟自治的条例是空白的，而是清清楚楚美国 AIT 提出来的军购，我们愿意跟美国买这军购。这个林涛刚刚说要补充一句，他把刚刚的那一段又补充，他是一口气了。但我还是要讲啦哈。就是这个我们三军的将领啊，里面其实把所有我们要买的武器，对美采购的武器，在礼拜一的记者会里面向国人报告哦，因为国民党一直讲说你们都没有报告，搞得好像三军真的没有向这个国民党向立法院来报告说我们到底要对美采购哪一些军购，然后呢，国民党就自己单方面的一直说我们1.25兆是这个什么空白授权啊，根本没有讲什么。所以昨天三军统帅带着3军将领出来跟大家一一的报告，陆军要买什么，海军要买什么，空军要买什么，另外我们自制的我们要买什么，这就是你需要支持的。那我问你，国民党嘛，昨天这个3军司令所讲的东西，有哪一项你们觉得不应该买？你们如果都没有觉得不应该买，那为什么不进入委员会做审查？你们过去10次在挡什么？
然后还有现在接下来到底是林涛在这边讲的算，还是曾丽文讲的算，还是傅崐萁讲的算？傅崐萁讲的那个方式根本就没有要审啊。林涛我现在不知道他代表谁。林涛现在讲的是说，国民党有负责任的去跟美国谈，那个负责任的去跟美国谈的那个团队是郑丽文派去的，还是林涛派去的，还是朱立文派去的，还是傅崐萁派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怪，而且这完全没有任何答案哦。那民众党就更有趣的啦吼，当然我们的发言人韩莹昨天在听到这个包含陈清龙总召所讲的，还有这个柯文哲老大所说的，我们当然非常乐观形成。如果能够让行政院版复委之后做理性的讨论，我相信我们的三军将领一定会积极的去争取立法院能够给支持。但是会不会又是两面手法？因为你看啊，黄国昌又讲啊，不会通过行政院的版本啊。如果行政院的版本都没有讨论，你怎么可以直接就讲说我不通过？那就是意识形态啊，那就是为喊而喊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觉得啦吼，如果日本的选举在诉求给日本民众，国防是日本重要的，得到这么多日本国民的支持的话，这一件事情对台湾的人民来讲会不会有影响？对于国民党、民众党会不会有影响？如果会有影响，我告诉你，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政治人物务实一点，站在台湾保护国家的立场，好好的审预算很难。我们绝对保障安全、稳定交货的军购。可是我想问一下苏培，你有看过政府采购网里面，台湾跟美国买军购的项目的标案吗？甲方跟乙方写得一清二楚 ，AIT 要买什么武器清清楚楚。我们希望的是那样的采购，而不是今天我要自制跟商购，我通通都不知道。那我到底花了我们4-5千亿额外的钱，要去跟大家去，这不是你林涛要报道的，也不是我简书培会知道的，是立法委员应该要知道的。这些绿油油嘛，你上下其手，你提出，你去告啊，你去告。如果真的有人上下其手，你就去告嘛，不是林涛，我们可不可以很清楚的去告 ？AIT 甲方乙方买美国的军购清清楚楚。我补充一句话，我只补充一句话 ，AIT 跟国务院已经再三说他们支持赖清德总统的1.25兆军购，也就是说总数就是1.25兆。那民众党版本的4000亿是去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5项军购，接下来还有6300亿，你把4500所谓的3200亿加4000这个6300亿加起来就9500亿，这个就是国务院第二波要公布的。我相信国民党会把国务院第二波公布的写在他们党版里面，就是9500亿，这个是跟美国采购的部分。如果跟美国采购再加上所谓的在台采购、落地采购、升值台湾国防军工产业这个部分的3000亿加起来，是不是1.25兆？我相信啊，这些东西大家蓝绿白不分哪一个党都有跟华盛顿沟通过，所以都不要说这个东西是谁提出来的，因为卖家就是美国人，卖家不同意的情况下，你们生不出来新的采购案啊。卖家不同意的情况下，你们生不出来新的采购案啊！来，杨明，我们现在把它拉2个层次。第一个，昨天赖清德总统开记者会的时候，包括三军司令跟参谋总长12颗星在旁边，然后包括连参谋总长民家树也讲说，如果要是这样子延宕或什么会不会整个案子到最后会被取消掉？那赖总统也讲，会不会优先名单拿掉这些？这一段有人说就是三军包括参谋总长集体背书所有的军购案。也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为什么要把职业军人拿来摆在旁边做消费？你会听到有不同一些的声音。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都知道这个军购一定不是我们自己大家点头就算，包括美国、圣货、老共那个地方一定也很在乎我们的军购。刚好接下来，好，你说会不会有政习会，会不会有川习会？夯不啷当都搞在3、4月。所以今天媒体上有一篇其实2天了。那媒体上有一篇是前国民党立法不分区立委许育仁，他在华府当智库那里，他说他看到一个逐字稿，是习近平很在乎这个军购，直接跟川普讲的意思就是，你那个军购，如果你要是这样军购剩货，你不改口，把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这些，
就没有所谓的川习会。显然他非常在乎所有这些所有力量的拉扯。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一直在美中之间拉扯啊。那现在拉扯到哪里了？对，我们先来讲这个许玉仁他提到的这个所谓逐字稿的内容啦。就是说他基本上2大块，他认为说就是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他说那一天的下午，他就跟白宫的幕僚然后那个白宫幕僚就给他看了所谓川普跟习近平通话的逐字稿。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这是他说的那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川普不会有这种逐字稿流出啦。太随性。那有一种可能是，就是川普通完话之后跟幕僚的互动里面的那种叫做转述啦，那个叫转述的逐字稿，我觉得这比较可能。好，那这里面讲到两件事一个叫做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改变对台的论述，也就是从过去都是川普一定是讲说这美方的一贯就是讲说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就是不支持台独就是要改成什么呢？oppose台独直接把这个词变得直接更明确的用反对反对台独这样的一个词汇。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一个这个等于说类似说在4月能不能见面，这个是一个关卡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就是所谓这一次讲到军购的这个议题就说你要暂缓就是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暂缓这个军购，否则就算4月你来也是白见的。没有要见到了也是白的就是说没有意见就是说这个见了没有实质的意义这个被列为一个关键的条件。好，那当然这个所谓这个许玉仁他的预警是说呢，他说呢这个美方是很重视这个军购了那他说当时川普只有说我知道了，但是这个知道了到底是什么讯号？到底是会跟着走还是美方有他们一套应对中国大陆的一种策略？但是他提到的是说，那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当然现在比如说刚刚其实两边，我觉得大家其实是有一个共识就是美方要的军购，台湾的任何政党都不会阻挡啦。这美国要的，不，这个就是一个共识嘛。不管你今天要1.25兆，还是蓝营说的9500亿，还是说怎么样的，因为其实包括那刚刚易善讲的那6300亿，就是200亿美元的，这是最近外媒透露的。而其实我得到的资讯是这样，就是说跟这个所谓川习会的通话有关，就是美方的这个所谓的对中鹰派，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加码说我们还要卖。就你说了那个样，我要再告诉他，我不鸟你，我就继续往下。我们不只是前面的那100亿美金，我们还要加码200亿，看你中国大陆怎么样。所以透过许玉仁，因为许玉仁他所属的智库，他是这个跟葛莱仪同一个智库嘛，那他这个智库就是所谓反中鹰派为主的。那透过他的这个讯号，把这样的讯息告诉，这才是美国，我们没有在怕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讯号。但是这个讯号在川普，因为川普是交易性格。他会不会照着这个模式去做？目前我讲的，我们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不见得知道了。可是这个讯号带回到台湾，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美国开给我们的，只要开出来，目前确定的是100多亿的111亿的美金的这一块。没有任何政党敢含扣啦，就是3000多亿啦。对，那为什么会包括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蓝营里面会有一股就是本来打算要复委了，为什么要自己版本被卡住啊？我老实说，我也有听到这样的讯息。对，那我必须讲，现在国民党内有所谓的路线之争。什么样的路线之争？我这个林涛在我旁边，他不方便讲，因为在赖总统眼中他是议员而已他不适合去谈中央的这个这是赖总统的说法。那我觉得我的了解是这样啦，就是简单讲，就是所谓的中国与美国的路线之争。就是到底当我们比如说当你一个党主席，你期待能够见到对岸的领导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对岸下指令应该是说。我们这一方就是所谓的国民党这一方他想的就是说，那我总不能这个时候一方面通过军购，然后再跑去说我要跟你见面，自己那个叫自己设限，自我设限。所以呢，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策略呢变成说，我们亲自去跟美国谈。他的意思是说，等我见完习近平。我再去跟美国报告军购的问题，由郑丽文主席全面来hold住。我说这个是之前之前的讯息大概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看起来时不我与是就是说国民党没有这个空间，因为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那看起来美国尤其国民党里面的所谓的亲美派，现在也觉得不宜再拖了，而且这个再拖下去哦，现在整体来讲，赖总统的名望声望是往上的，而国民党是往下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基层是有感受到压力的。那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军购啦，接下来我认为在野党挡不住，只是过的版本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刚刚都讲了，第一个9500亿就是所谓的美方可能开给我们的第一波加第二波，其实在那个秘密会议里面，我相信所有的朝野立委都清楚。那我认为能够有空间的，就是所谓的，比如说20万台无人机、1万台无人艇这种所谓的在地采购，或是所谓的商业的这种合作案。那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啦，搞不好其实这对赖政府也很好啊，就是我不用分8年啊，我马上明年2027，我就可以在例行的常态预算就可以编列啦，不见得非要在特别预算了。但是，所以我说，至少美国的部分，我认为要阻挡难度极高啦，在野党也不会那么笨啦。我只能说美方的压力大家都有接受到。如果要讲美方的压力，王老师有人讲说，因为国民党里面本来就有亲美派嘛，那像朱立伦前主席那时候大家讲他们也算是亲美派啦，或者什么这些，不管是亲美派，或是媒体上面有所谓的亲壮派，然后都感受到压力，或是叫选举派。所以你们不用选的跟要选的，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好不好？你们不选，你们不用管那些我要选的人，不管是今年的议员，明年2年以后的立委，你以为2年以后选立委，今天这些账2年以后不会被算吗？他一定都会被大家拿出来算，尤其中间不要出任何变数，万一出什么变数，那算起来就不得了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压力当然是这样。好，国民党要感受这样，那民众党呢？昨天那个总召出来讲那段。易善刚讲，显然跟黄国昌总召主席主导的民众党是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对。那是柯文哲的意志贯彻在这里头吗？告诉大家，从军购你就知道未来绿白合是有可能的这一块吗？其实包括刚讲到说，包括3军司令，再加上你说参谋总长讲的所有这些，这次要主导的讲台湾之盾，然后包括我们讲说那不对称作战，包括讲无人机，所有这些在军事，包括在武器上各方面。对我们所谓的台湾之盾整个形成的重要性在哪？好的，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昨天记者会讲起了哈，这个梅参谋总长哈他的简报里面啊，其实没有太多新的东西，还是旧的框架的再次复述。那严格来讲哈，它包括了像这边有谈到的后勤资源量能啊，这个黄国昌版没有的东西，他特别把它 highlight 出来，后勤资源量能。CYS 啊，无人机作战，还有这个滨海打击作战、纵深作战，就是黄国昌的版本的部分是比较没有这个后勤补保，还有资源体系，包括你什么抗炸碉堡啦，这黄国昌可能不太知道有所谓阵地、集结地，还有驻地的差别。那其实3个地方都还要有一些构工。还要有一些公式，还有相关的资源体系、水电、雷达什么，里里口口很多啦。他都直接就是给你画几条线就是把它简单带过。那当然，重点还是在于说这是一体的，没办法拆不要说怎么拆一个部分出来。那我补一下，国民党的版本，就我知道啦，跟政院版的是87%像啦，就是把无人机抽出来，改成往后1年去编在那个。每一年的国防预算，因为他说这是本土采购嘛，没有对外急迫性，不会有时间压力，你就自己厂商嘛，大家自己做，所以实际上全部都要买啊，只是他把它打散而已。那为什么国民党需要这个下台阶？因为他之前一直骂说，你怎么可以编特别预算，打破财政纪律啊？应该编入一般预算啊。可是美国军购要怎么编入？对美军购不可能编一般预算，因为他就突然蹦一下。多出来嘛，你一般的那个常规的预算没办法，必须去超出举债的限制才有办法。好，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记者会，为什么要特别有这个记者会呢？不都讲的都是一样？对啊，有什么样时间急迫性？大家说有多，梅总长他有说了哈，这个有发价书没错，上周收到发价书，然后签约期限到3月31号，之前我们讲到3月15号，对啊，期限到3月15，但他说签约期限。还可以再晚2个礼拜，但来不来得及呢？就技术上来说极难呐，除非是3党立刻签了协议，然后大家一路碾过去，这样还不只是特别条例你还要连预算都预算要立刻出来，也前提就是特别条例根本就没动，才有办法预算就是现在已经编好在那边等，否则技术上不可能。好，
军方也知道那3项军武啊，标枪飞弹那一些，还有帕拉丁什么，大概是很难。这一批的发弹书大概是很难。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记者会？因为有下车的需要。谁下车的需要？我们注意这个记者会之前一天，国民党那边是不是传出我们有8年8000亿版本？我们注意这个记者会之前一天，国民党那边是不是传出我们有8年8000亿版本？然后呢，已经要在12号，就今天原定排定是12号要进行党团的相关的说明。先有这个消息出来，然后就是这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刚开完的瞬间，民众党党团主任陈智菡还发文把赖清德骂了一顿，说宪法哪有这个什么东西？随后，陈清龙坐上记者会，就说最优先法案4个最优先法案，就是这个国防的军购预算，他会一起复委。所以，是不是已经有一些人先瞧了？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个球一举？他正要就是赖清德要开记者会之前，国民党消息走漏了。记者会一开完瞬间，陈清龙想都没想，最一起复委。你是说，那你的意思说谁先沟通桥过？对，是不是？是谁跟谁呢？就是有一些不是过去的沟通华盛顿，就是可以跟华盛顿沟通。我们就昵称他叫华盛顿，对，昵称叫华哥啦。华盛顿有华哥在沟通啊，两边对，沟通两边。有某些人在沟通。沟通了之后，就出现了这一个转机。但是有没有人没上车？有啊，黄国昌就没有上车嘛，陈智菡没有上车嘛。同样的，国民党的郑丽文没有上车，张显耀没有上车，人家都揪着你说你这2个在挡什么挡？傅昆萁也没有上车，傅昆萁说我不知道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控制这一块啊。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资讯的落差，这种其实就是说出来，大家在政治圈那么久，这个才是真正最难受的啦。就是怎么都没人跟我讲，他现在这些人自己跑掉了，是不是我已经被排除出去？所以重点就在于大家都在问，是不是柯文哲？等，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对，是不是柯文哲？你有没有看黄国昌主席刚才在镜头前面讲吗？针对这个，他跟柯老大。跟陈清龙总召，大家这方面的共识非常的强烈，对，所以呢，不要在这里面见缝插针。是，显然你刚刚那段说法就是他认为的见缝插针，见缝插有缝，而且缝很大。对。他这样的场景是什么？前面他有特别提到，他是在尾牙的时候。我刚讲说尾牙，你说尾牙是人家全部都已经上车完了，才出现的。昨天尾牙那边大家现场大家会交流意见啊，那个案子怎么样？对，会继续推啊，怎么样？大家尾牙都嘛是讲空话嘛，大家都要抽奖的抽奖，唱歌的唱歌，谁会那边讨论？不是照您讲的话，照您刚刚讲，如果有人沟通过，因为那个时间序是这样，是昨天赖记者总开完记者会，然后民众党总召就出来开记者会，就说那最重要。要这样，然后尾牙是晚上嘛，对不对？那如果照这个时辰的话，如果你讲有人没上车，有人上车，那应该是那天尾牙就不是上车也拉我一下嘛，不是你们大家在车上这样，然后我那样讲像话吗？你也有点江湖的那尾牙，如果照您刚刚讲的那个有人沟通过，不是应该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沟通应该是在尾牙前沟通嘛，陈清龙先讲嘛，然后吃完尾牙，没有人跟黄国昌讲。黄国昌出来开记者会还说尾牙没有人跟我说，重点应该是这样讲的哈。柯文哲当然还是要回到柯文哲的个性。柯文哲今天到陈清龙出来讲，是柯文哲自己讲吗？没有。所以柯文哲能不能随时翻脸？可以啊。柯文哲最好的性能或功能不就是翻脸吗？所以他叫陈清龙去讲了嘛哈，最之后柯文哲就最5个最，他就有他自己的东西出来。柯文哲的战术一向都是打两边模糊。不断翻盘，这才会有权力的感觉。我现在放这个利多给你，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回馈？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再翻回去。这才是柯文哲的办法。所以要注意，这是陈清龙出来讲的，不是柯文哲出来讲的。没有柯文哲真的出来压阵，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是柯文哲意思开始执行到一半，柯文哲发现不顺了，他随时可以转弯说，我也没有答应啊。国昌老师的版本还是我们最好的版本。是不是？他又可以重新站回谈判桌。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军购需不需要问题，军购就是需要了，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大家都想透过协商的过程争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OK，来就是
请问一下，刚才讲，真的有这么精彩的中间过程的一些的走的，包括各方合纵连横成这个样吗？但是最起码你看到，那看起来那副委应该会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刚才我们前面讲那两边的拉扯，一边是美，一边是中。哦不，现在对我们来说，那个拉扯还要再多加一例，就是日本。对，现在看起来是美中还有日，因为包括这次高市早苗大胜，包括过程当中，隐然当与那国岛被日本在整个布防过程当中是这么重要的一块，因为它跟我们非常近，100公里左右。那整个网看起来的话，对日本来说，它似乎就是把它所有的防卫一路往南到跟我们很近，所以那整个好像再加上高市早苗这次超过2/3的大胜，那包括要不要修宪。包括他在那里头有一些，譬如说伤害性武器不能够出口，所有这些条款要不要改？当这些改完以后，他跟台湾之间未来的关系会变成怎么样？这也是未来我们在美中加一个日本以后，到底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对，其实高市这一次胜选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当然第一个反应直接关心是他过2/3，所以第一个关心是说他会不会修宪。不过我一直想说，修宪这个议题滋事体大，它牵动到整个东亚国家过去到现在的情绪吧，是，所以他其实没有这么快。因为他如果这样修宪，可能不只是老共会不会有意见？其实韩国对，因为韩国一直对他们那个宪法要不要动，也一直很有意见。对，韩国极力有意见。对，那你韩国也是东北亚情势就不稳定。那你说菲律宾或东南亚国家？日本现在跟东南亚国家处得不错，可是不要忘了当时大公亚共荣圈也是东南亚，所以东南亚过去还是有一些过去不想讲反日或者对日本有戒慎恐惧的那样子的一个，这是不可否认。但是除了修宪以外，其实这个高市可以做的事情，在安全方面可是都做得非常多，就跟我们这就有关系。因为台湾的部分我们现在大量仰赖对美军购，可是事实上。日本过去是可以出口所谓的防卫性的武器等等之类的，或是技术的防卫性的技术移转。可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过去一直没有完全的谈懂，因为这个部分在2020年的文件当中要通过，但是一直没有去做 follow。如果一方面我们的1.25兆通过了之后，或整个国防预算往前进的时候，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赖总统今天也讲到，就是台湾、菲律宾、日本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防线。在这个防线当中，目前这个高市传出来大概三个部分会去先进行说我们所谓的安保3文件。第一个就是他设计所谓的国家情报局，这个是情报整合的一个部分。那你说日本过去没有类似像 CIA 或者像我们国安局，像这样子的机构，它是分散在各个部会的。因为对日本以前来讲，我就是防卫性的国家，我就是自卫队，我的情报仅止于防卫。可是，当你国家情报局一设立的时候，它就有一种类似 CIA 的味道。一方面整合所有的情报，二方面更重要的是整合日本跟五眼联盟中间的情报的整合。要知道，日本当然是你看美国驻日大使馆，是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大使馆。可以开玩笑讲说，根本就是美国在日本的情报中心，那非常非常的巨大。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可是这样的情报的连结当中，其实没有这么充分，因为是分散的。如果这个高市真的成立了国家情报局，而且看起来势在必行，这个情况之下，情报的整合，这是第一个，会让日本跟五眼联盟跟台湾之间的情报，因为我们台湾跟日本之间也有一些情报的这个交流的默契，那个情报的完整度会更强。那当然很清楚，这个网络当然是剑指中国。第二个，大家更关心的是刚刚所提到的，本来的这个防卫性的武器跟技术的移转，可能会变成是开放式的这个所谓的伤害性武器，也可以去移转跟这个输出跟移转。这个部分就是包括了一个卖武器，一个移转技术。这个对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吸引力非常大。因为有些讲白了，有些这个美国不方便直接移转的技术，可是它可能在经过日本的改良调整之后，它可能就可以移转给台湾。举个例子，其实我们都记得日本很强的那个柴油潜舰，它那个锂电池是全世界最强的。日本的柴电潜舰是全世界最强的。那台湾我在发展潜舰国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获得那个锂电池的潜舰技术的话，那我的整个能源。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就是这是一个情况，所以就光潜舰这个地方，台湾跟日本就有很多技术可以合作的部分。那在谈说，比如说台日菲都在谈的，像这些所谓在这个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巡防，因为现在都面对中国灰色地带，所以台日菲在海岸巡防，它也有这日本有很多护卫舰，很多海巡舰，它是相关的技术是可以和台湾进行交流，和菲律宾进行交流。所以如果这个文件一松绑，
的结果，其实变成是台湾、日本、菲律宾在这个区块的这个密度就更高了，更完整。OK， 在未来，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各方势力之下，那台湾的国防啊，包括我们的自卫能力能够大幅的提升，然后这些那当然大家会看这次的军购条例，包括接下来因为这2天接下来的年假，然后接下来年假回来以后，到了2月24号开议的时候，那会有好几个议案，那大家也会观察在立法院到底接下来进行军购会怎么样。还有对李珍秀委员到了立法院以后，那包括行政院看待他之间会用什么样一些的方式，然后看起来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但除了这个以外，高金委员的这个案子，因为最新的一个状况，玉善是他的那是主任吗？张俊杰，前主任，对，收押禁见，对，没错。这收押禁见，它代表这个案子的意义是什么？对，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的角色啦。所以，因为所谓的高金素梅现在还是受所谓的立法院现在还在会期中嘛，宪法的第4条的规定就是必须有保护伞，那就没办法去进行羁押。不是说没办法羁押了，你要抓所谓的高金素梅，你必须整个立法院不是院长同意哦，是院会同意，就是表示蓝白要举手表决说要保护高金素梅，这几乎都不可能去做羁押的动作，所以羁押了张俊杰这个承上启下的这个关键的角色。而张俊杰的这个他涉及了几个大案啊，包含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贪污罪、诈欺罪、伪造文书，还有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还有所谓的商业会计法。因为所谓的诈领补助款，他必须用很多的假发票。听说案情是这样的，他在民国好像这3-4年间，他办了一个活动可以报3次账啊。听说案情是这样的，他在民国好像这3-4年间，他办了一个活动可以报3次账啊，就是把一个活动里面，他用3个名目去向中油、台电还有原民会去申请预算嘛，那你一定会有所谓的假发票要去申报，所以这些假发票的开立就叫做所谓的会计法里面的相关的规定哦，也违反这些商业会计法的规定，所以他被羁押禁见嘛，表示除了这个诈领助理费外，他还有诈领补助款的情事。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说，大家怀疑他快筛的这个案子里面就是所谓的医疗管理法里面，相关于进口在疫情期间，他进口了相当多的这个快筛剂，这个快筛剂透过所谓的下面的高金素梅下面的所有的议员也好，或者是他的服务处的助理也好，去发送的时候有没有涉及所谓的反渗透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嘛？所以为什么是国安站配合所谓的北检来共同侦办？因为国安站的办理的部分，它应该就属于所谓的反渗透法跟国安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只是单纯的助理费案、单纯的补助案，那应该就是北检去侦办就好。为什么是国安站配合这个北检来共同侦办这个案？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在疫情期间的这个所谓的快筛剂，中国制的快筛剂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嘛？那其实它很像这个过去的这个修容组案啊，傅昆萁的修容组案也是对一堆的所谓中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修容组发给立委，立委透过所谓的金主的赞助也好或捐赠也好，来发给民众嘛，影响到了选群，所以他必须证明这些金流啊，除非是能够证明到这些金流跟中共是有关系的，而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其实要成立的可能性也不高。但是检调去羁押这个所谓的张俊杰，就是他要去证明说，到底这个金流跟中共有没有关系嘛？所以张俊杰他的身份就被大家怀疑，他跟中共过去有没有一些关系？所以张俊杰的身份啊，他的工作经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哦，他包含担任过夏潮联合会的2任的会长。那夏潮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老统派的组织的这几年也长期跟对岸那边推动青年学生工作队，主持原民部落的工作队这些东西都是夏潮他们的工作重点。而这个张俊杰担任过2任的会长，包含劳动党，这我们也知道嘛，劳动党他也是长期的统派的组织，而且是维持左统政治论述的非常重要一个部门。之前的很多的所谓的外配的事件，他们都有介入去做声援哦。另外就是中国统一联盟，现在改名叫做统一联盟党。统一联盟党张俊杰担任过3任的秘书长而3任的秘书长，统一联盟党大家去查一下，他今年2016年1月的时候，有2名干部就是涉及反渗透法介选，而已经被3审定谳，被判刑4年
6个月已经发监执行了，所以这个所谓的统一联盟党跟所谓的中共介选的这些关系，其实都已经有案在身。所以张俊杰是不是透过他跟高金素梅办公室的这些跟中国的关系来牵线，去让所谓的快筛剂中国制的快筛剂透过高金素梅的调咖去发送之后，影响到选情，而违反了所谓的反渗透法的相关规定，所以现在检调跟所谓的国安战正在侦办中。这当然未来还是要看这一次检调说明的理由。不过我要讲的是，这个案子已经侦办了2年，检调在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外界除了那一天罗志强突然发布说高金素梅已经被搜索了，我们大家才知道。所以检调这一次的保密功夫其实做得非常好，外界其实现在还没办法知道详细的内情，除了补助费案他比较清楚的知道之外，对于所谓的反渗透法的相关的侦办的这些内容，其实外界并不知情，所以现在还是要等未来检调侦办结束之后，因为高金素梅现在他们还在约谈当中嘛，虽然羁押了张俊杰，那高金素梅因为受立法院保护的伞的关系，所以不能羁押。现在他们会约时间来约询所谓的高金素梅。那未来起诉之后，起诉书的内容，可能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说，到底这个所谓的这个快筛剂的这个中制的快筛剂的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涉及反渗透法？杨明，请问一下，当然你说高俊委员因为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讲说好，那就限制出境出海，那改天再侦讯。媒体上有讲说年前算一算，就剩今天跟明天呢。对。然后年前会不会有要再侦讯的一个动作？但是除了这个以外，那现在反正办案就这样，第一个手机会扣嘛，然后那搜索的过程到媒体报道，包括办公室搜了7个小时，然后7箱的证物，然后包括一个桌上机什么全部都收。对。那因为有人一直回头讲，30个地方搜索，18个人，最后有一个，就刚刚讲张俊杰羁押禁见，然后包括那几个罪名是有到需要国安直接出来办到这些罪吗？甚或有人在讲说，会不会有其他开花的可能性？看得出来吗？确实就是说，如果以现在所谓浮上台面，就是被媒体报道的，大概只有诈领助理费是比较重的，就是因为他贪污治罪条例，他的这个刑责比较重，那如果以人头诈领的话，确实我认为这个跟高金的关联性是强的啦。如果是这样的样态，因为如果你今天讲说是什么助理自己去报账怎么样，那个什么公积金，也许你知道老板还可以说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弄的，但是通常是用人头诈领，因为这个都是要委员亲自去这个送出给立法院谁是他的助理，谁是他公费助理，这个名单理论上老板是会看过的，所以我说这个后续当然是一个这个所谓在法律上面一个关键。那他的这位前助理在当然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所谓他这个 NGO 团体里面这个协会里面他扮演的角色。好，那我觉得比较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就是说这个国安战在扣押了这些所谓的证物也好包括电脑啊手机之后，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谓的往所谓国安案件发展的可能性？目前北检公布的没有国安案件，可是呢，就像刚刚这个一山讲的，张俊杰他的这个角色，有没有所谓的对岸介选，或是在台湾发展组织构成所谓反渗透或是国安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要等到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去侦讯之后才会了解。那这段时间，当然因为为什么高金素梅可以好像奇怪，那一般人可以这个到这个北检之后说我身体不舒服就可以离开吗？不可能嘛。当然，如果大家还记得柯文哲他那天晚上他要离开的时候，马上是不好意思当场逮捕。对，为什么？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因为他有所谓的法律的保护伞他现在你要逮捕他，你还要问立法院同不同意。那所以北检就我不需要挑战这个，那就让你们离开。但是他现在北检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从调查局的国安站，包括北检的检察官，可能接下来就会从他所谓扣押的这些事证物证里面去抽丝剥茧。我想这个是接下来的变数，因为不管接下来到什么时候要对高金委员进行所谓人身的拘束的强制处分，也就是说要到声押这个以上的等级的话，可能恐怕得到这个7月
以后。为什么？你说那个会期吗？对对对，因为我们正常会期2月到5月，5月啊，可是5月可以延会延啊，再延到无缝接轨，对对，可是延也只能延到6月底哦，这个会期就只能延到6月底。那下个会期呢，要9月开议嘛，所以9月前也不可能提前，所以呢，大概就是7月8月，大概是这个下一波的这个时间点。开临时会啊，开了2个月。对，但是一般来讲，临时会，比如说我7月1号，我总不可能你要开临时会，你要提前说啊，你总不可能说一开就开2个月，我觉得难度很高啦，难度很高。但是不会啊，今年都这样，对，都这样是满满的，2年都满满的，要有案由啊，要有这个所谓的，比如说我要预算还没审，所以我要把它开满开好开满。没有，今年的去年的案由是什么？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要看那个延会跟临时会的差异哦。延会只能到6月底，临时会才要另外开，7月以后就是要开临时会。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这个因为有立法院的这个所谓要同意的这个关卡，所以目前看起来，短期内高金委员要被这个强制拘束的难度很高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有涉及到一些所谓的我们讲这种所谓的国安啊或相关的这种案子的话，可能对高金委员接下来，我觉得那个他所谓的政治的生涯就会是一个很严厉的挑战。OK，但林涛，蓝营对于这件事情，当然最早发生的是罗志强委员，然后接下来呢，蓝营的人对于，因为高金委员其实长期以来在立法院跟蓝营的合作非常密切，那大家算52票的时候，都会把那2票无党籍的，其实包括高金委员都算进来嘛。那看到罗志强委员，然后讲的就是什么赖清德不演啦，所有的这些，甚或他自己都说他觉得他有准备被清算的准备啊，然后这过程当中，那蓝营其他人今天听到是江启臣副院长是讲说希望那要公平勿忘勿纵，类似这些，一般来讲，你们会觉得这个案子会扣上所谓的司法迫害吗？我觉得司法当然是无枉勿纵，可是你可以看到过去反恶霸其实身影出现最多次的其中一个人就是高金素梅委员，他跟蓝营在整个大恶霸的相处跟互动太频繁了，所以会让人家联想是这一次的检调会不会有那种政治的味道在那边？那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去看他的案由，实在是太多元了，多元到就是要给你扣起来的味道嘛。我说真的，这一届立法委员是最辛苦的，他可能要一路连就是没办法休会到这一任期结束，不要讲今年，他可能到未来他要选下一届的这过程中，通通没办法休会，有可能嘛？因为就是防堵检调变成一个政治力的手法嘛。那你自己去看高金素梅会的理由就是防止检调做这个。以目前高金素梅委员在新闻上的案有多少个，你知道吗？国会的助理费。然后呢，诈领协会的补助款，那我们大家也会觉得，如果你是诈领协会是中油跟台电，那为什么没有同步查经济部？中油台电在做核销的那一些人员为什么没有同步查？你怎么知道？这也是大家一个问号嘛。然后呢，马上讲说，哎呀，你那时候呢争取太多的快筛了啊，然后呢，这个快筛给台湾人民使用呢，实在是这个善举不行，你违反医材法，每一个人限定100个医材的快筛，所以你呢。可能有中国的资金，谁给你这些快筛呢？然后呢，你违反反渗透法，然后你影响到台湾的选举，所以你要给我扣起来。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没有聚焦，就是要给你扣起来嘛。所以你现在感觉是乱枪打鸟，大概3、4个、4、5个就抓一个可以把你治罪的。那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味道是这样。就是说，在新闻上的版面，很多到最后都会导引说，你高金是不是跟中国有往来啊？是到最后用反渗透法来制作啦？那这就是民进党抗中保台的一环嘛。我当然觉得司法的过程中侦办是勿枉勿纵，可是如果到现在这种阶段，人家只是争取了快筛发给一般的民众。然后你以这件事情说你违反了反渗透法，没改扣起来，我觉得一般民众在接受度上面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现在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一直在下降，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这个案子，用一个韩国院长讲的，韩院长真的觉得不要有司法不正义的部分在这个案子发生，因为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话，人民对于司法的信赖度真的到有一天真的没办法挽救的状况之下，这是赖政府想要提给人民的吗？来，舒培，除了刚才回应林涛讲的这些以外，老共的媒体官媒也直接定调，这就是司法迫害，然后就是要迫害高金委员在政坛啊，所有这些。
我不知道中共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角度跟立场来评论这一件事情。你们要不要先关心你们张少侠？你们张少侠到底跑到哪里去？到底犯了什么罪？贪了多少钱？你们都讲不清楚，你管什么这个高金素梅啊？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吗？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了，还要管到别人家的事情。再来，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刚刚林涛讲了啊，或者说什么这个这扣押追高金素梅用的理由很多，好像都这个就是要把它扣起来，对，是被它扣起来。但是我要问的是，高金素梅现在被查的事情，民进党没有被查过吗？林义景不是被查吗？对不对？陈怡君不是被查吗？还有这个国民党最爱讲的，我们高雄的林代化也被查啊，全部都是什么？就是贪污助理费啊。那为什么办绿的时候，这个林涛没有说，你们就是要把林义景扣起来啦，你们就是要把谁扣起来？只有办蓝的时候，甚至高金素梅根本不是蓝的。高金素梅是无党的。调查局的国安站，对，用国安来查这些事项。国安站要查什么？你怎么知道？国安站现在必须要跟你林涛大委员报告吗？大议员报告说我要查什么吗？如果连他的律师可能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你报告这一件事情？再来，我要讲的，你知道这个快筛试剂啊，这个保泰生技啊，有可能就是2022年中共用来渗透台湾选举的一个关键，这不是我讲的。我跟你讲，岳秋女是当高金涉入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岳秋女就是这个2022年高金委员的助理，在屏东选举。她那时候是在5月的时候开始拿这个保泰生技的这个快筛，在她的很多的地方发送嘛。结果后来选完的时候就被检举说啊，岳秋女拿这个快筛试剂来这个贿选，所以她就被办了。可是你知道吗？在办岳秋女的过程当中，岳秋女跟她所有的这个有7个证人，全部把证据推给谁？说是高金，说这些快筛试剂啊，不是我拿的，不是我自己去进口的，全部都是高金素梅给我的。所以当然他这个事情就要去查这个高金素梅委员如何能够拿到保泰生技这个由中共官方可以控制的公司送来给他那么多的快筛试剂，而且他拿到的时间是5月哦，是5月哦，2022年的7月。这个保泰生技还借由新党直接捐赠了380万剂，而新党的2个在台北市的议员候选人，包含这个林德旺还有这个张荣法，也全部为了这个案子全部都被办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国安站？林涛你不要急哦，然后这个。罗智强也不用急，因为办下去就知道。所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说罗智强为什么这么急，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第一天就讲说下一个是谁，然后昨天就讲说下一个可能就是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那一年的5月，高金素梅在桃园发放这些快筛试剂的时候，其实这个罗智强也都在，所以高金素梅从保泰生技拿到这些快筛试剂，其实罗智强可能也都知悉，所以他自己知道，如果继续往下办下去，这个通道是不是也跟他有关？林涛有没有解决你的有没有涉及国安的疑虑？对，我要回应哦，因为其实2022年在选举实务上后来被判的，有一些被调查站调查的是。我记得在我们那个选区有个里长，他是发快筛那时候大概150到180块，超过30块，所以他后来被调查站直接调查。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个层次，那叫选罢法，违反选罢法的规定，你再发放超过30元，那就依照这个相关办理，那是贿选的问题。对，而且那是直接有对价，然后有贿选的问题，那直接去做处理。依照这个相关办理，那是贿选的问题。对，而且那是直接有对价，然后有贿选的问题，那直接去做处理。可是竟然发放这个快筛试剂的事情，是用国安法说你这一个快筛试剂是由反渗透法从福建哪里从什么中共要透过什么，你就直接违反。如果以现在民进党要讲的，你就直接违反选罢法的部分来侦办，竟然绕了一大圈，只是为了讲一个故事，那叫做中共透过反渗透法这样子来介选。所以我觉得这样扯到最后，其实只是为了要
把他的抗中保台的故事讲清楚。当然不是因为靠中保台嘛，因为这个案子，我刚刚讲的有6个候选人，他们后来针对他们的这个选罢法的部分，有的人被判刑，有人没被判刑，有人被接受说他有贿选，有一些人没有，像月秋女就没有，因为他是在5月，他7月才宣布，所以没有。但是有检察官就用专文讲说，他就是发现说这个保泰生技是中国可以控制的公司，在那一年因为 Omicron 大流行，我们的快筛试剂政府准备不足的时候，居然有一间中国可以控制的公司大量进口快筛到台湾来，然后给这一些候选人。那为什么其他人拿不到？那就违反选罢法，跟你说不是你的快筛有可能来自于全球。这个东西，但是有些快筛后来也是从中国大陆的这个事情哦，我觉得林涛真的讲太多，不是讲太多啦。我的意思是说，林涛扯这件事情，其实有点扯太远，因为之前立委选举的时候，很多的修容组嘛，傅崐萁送给所有人的修容组嘛，那个修容组是不是来自中国？然后傅崐萁有没有付钱？这件事情也是啊，如果傅崐萁没有付钱，然后却可以从中国拿到那么多的货，跟快筛试剂不是完全一样吗？如果刚刚苏培最后讲的那一段，来，主持人可不可以简单告诉大家这个过程？好了，那包括今年你在媒体上看到，那老共是不是有讲说，因为今年我们要选举，那是不是有可能会透过某些方式，我们常讲叫介选？是。那刚才大家在讲快筛这件事情，它的重点是在于说，它会不会跟介选这件事情会有关联性？这个中间有关联性吗？就是影响选举的意向，这一定是有，一定是有。就拿快筛来讲，当时2022年，大家这个对快筛试剂这个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大家一剂难求。那个时候我先解决林涛的疑惑。高金的这个快筛试剂大概很清楚，这是这个图片很清楚嘛？这是高金他在那个把快筛试剂要捐给相关的原住民单位，那这一箱就是中国厦门这边，当然字很模糊啦。都是中国厦门保泰的这个快筛试剂，他自己大概也不否认他的捐赠的这个捐赠给原住民的，赠送给原住民，包括月秋女等等，它一系列的下线等等，都是来自于保泰。那保泰因为2022年有相关的案例，是已经被认定是在这个选举期间的时候，它是无偿提供给特定候选人，然后给予快筛给选民。那这两个部分第一个，你的快筛超过30块，那个是选罢法。对。可是你是来自中国的快筛试剂，你不是去买的，你是刚刚看到那个判决说你是去要的，他要了3700剂，那你是要来的，情况之下，你3700剂一剂100块算，你也37万了，等于是提供你相关来的这个资助你相关的这个物资，来去影响选举。这个情况就是反渗透法连结。所以介选有很多形式，那有时候一些选举小物，它或多或少当然就是这个感动选民嘛。可是当你的选举小物，你是来自于中国特定的你说这个单位来所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资，那这中间就有这个反渗透法的模糊空间。那至于高金到底在这个国安在后面到底还有2个可能性。一个是反渗透法，那处理的就是说，他如果是在选举期间，第2个部分还有一个是国安法的部分。国安法处理到的就是说，他在非选举期间，但是他透过这一些网络，透过这些物资，透过这些可能来自于中国的支持跟赞助，来这个在台湾去做相关的组织活动等等之类的，这个是国安法的。所以我们不确定，这个高金在这个块是哪一个部分，大概比较确定就是。应该是会跟保泰这个2022年大量380万箱的这个所谓的快筛试剂是有关的。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两岸之间的关系，那因此延烧出来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譬如说2月24号，那这个年假回来以后，2月24号开议，一善，那李珍秀委员到底现在怎么样？行政院反正就是不给资料。然后内政部还直接说，如果要是谁所知，然后到最后如果要是有机密的资料，那谁泄密谁负责。那接下来呢，就大家2月24号这个场景，就真的是看到台上，然后有人空着，或者有人跟我们不上去，或上去不讲话，就是这样。
我觉得内政部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而且他今天也有发函给李珍秀嘛。李珍秀说他连公文都不拆，连公文啊，就是表示内政部已经认定李珍秀就要不具有所谓的立法委员的资格嘛。但是认定单位是中选会跟这个立法院，解职单位是立法院嘛。其实解套的只有2个人啦，一个叫做柯文哲跟黄国昌啦。民众党到底你们要不要让后面的人去递补嘛？一点都。你说把李珍秀拿掉，对，让后面直接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内政部直接想说，当初民众党提名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资格啊。这个是陆委会今天说，因为我们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规定，你在所谓提名的当时，你就要除籍嘛，除去要失去所谓的丧失所谓的中国的户籍嘛，你必须是只有台湾的户籍嘛。但是李珍秀自己在证明说你在2024年的时候，你是2025年才去中国去除户籍的工作，所以你在2024年的时候，你是有所谓的中国的户籍的，所以你有中国的户籍，你就不能提名作为政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嘛。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内政部跟这个陆委会应该也都会发函给民众党，说你们当初提名李珍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违法提名了。当初当然中选会直接认定，因为可能相关的资料里面他直接勾我就是没有中国的户籍，所以就这样让他过了。因为中选会其实他们的认定其实非常松散都是以诚信原则，你们勾哪一项我就认定你们就有这个资格。但是如果是说谎的人呢？李珍秀的标准说谎的人嘛，他就隐藏他有中国户籍这件事嘛，再加上民众党提名李珍秀根本就是荒腔走板。小牛柯玉安直接在他的脸书写在他tweet里面写说当初为什么会提名李珍秀，是因为徐春英的事件要递补一个中配，柯文哲非常坚持说他要提名一个中配，但是找不到中配怎么办？从党员库里面捞有中配资格的，然后去面试一下，然后就提名了李珍秀。这是柯玉安的讲法，我是不相信说是这样的讲法，我相信应该是李珍秀跟柯文哲之间也有一些联系啦。但是表示你们提名过程，你们也没有去追查李珍秀当初有没有放弃他的户籍，而没有放弃户籍就不能成为民众党的候选人嘛。现在争议来了，内政部因为他只是认定单位，他不是除名单位嘛，认定单位他只能说我内政部就不提供资料给你，我内政部的备选的时候，我所有官员也不会去上台让你备询，我就否认你就是有立法委员的资格。但是所谓解除立委的资格跟所谓的撤除提名，这些都是民众党应该要做的事情，跟立法院要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那李珍秀跟行政院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冰冻的一个状态。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一般民众在民调上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对于李珍秀要不要当委员会有想法吗？当然会有想法，因为这个李珍秀的双重国籍，大概是民众党最近碰到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争议很大，他的流量甚至4天的时间就超出柯文哲跟黄国昌他现在是民众党的流量第1名所以大家多关心李珍秀这件事情，包含民众党人当然关心嘛。而且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跟民众党的权益有没有关系？完全没关系。我递补完之后，后面甚至陈智菡都可以递补嘛，还有许忠信嘛，你们有人可以递补，为什么你们要坚持李珍秀？而坚持李珍秀这件事情，其实违反了很多小草。小草其实不是所谓的统派也不是支持中国人这件事。很多的小草年轻人，他们是天然台，柯文哲自己也很清楚，所以呈现在民调里面看1个月从14.8%降到10.7%。掉了4.1%，4.1%你看起来好像很少，但是针对一个只有15%的政党，它将近快要30%的人，从我支持民众党变成我不支持民众党，我不愿意再支持民众党，这当然对民众党来讲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民众党人，包含黄光芹，都认为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李珍秀来当这个立委员，而不愿意去做所谓的递补的动作？而这对民众党的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影响，尤其李珍秀又讲出跟郑丽文同样的话，就是我是中国人这句话，那你变成是民众党本来要在蓝绿中间的柯文哲路线，现在又带着往深蓝的地方靠拢，甚至红统的地方靠拢，当然对民众党的发展是不利的。
但伟豪，那请问一下，好，我们从前面刚刚讲，光军购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操盘真的是柯文哲，是那个手法之灵活，那也不会受前面的一些窠臼的限制。那这件事情大家就讲，那他是在2年以前大概就知道这件事情出来，对，反正等到李正秀要就职的时候，国内一定是闹得满城风雨。对，果不其然，现在就是这个样。那不管刚刚易善讲，你说民调上面，对民众来讲，说从40%到10%多，那个掉的是很多。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因素，但这件事显然是大的。那对柯文哲来讲，他要因为这个样，他去做任何的改变吗？他会改变吗？这其实我刚才有提到，柯文哲最喜欢的感觉，其实是握有权力的感觉。我可以让这个人留在这边，我也可以拉这个人下来。要不要这个人要上要下？又可以回到徐春英那个时候的态度嘛？徐春英那个时候就是出现在金华城案，柯文哲与黄珊珊的讯息对话的沈庆清部分的上面，就是小沈已经跟他要过钱了啊，他现在手头有点紧的上面。就是提到徐春英，徐春英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就是徐春英当时被骂得很惨啊，然后这个黄珊珊说已经有那个蓝莓的社论已经帮他讲话了啦，柯文哲就让他去站看看啊，撑得过去就撑得过去啊，现在是不是就在看这个委员能不能撑得过去？撑得过去就是他的。好，那重点就是在于说，一切都还是握在柯文哲的手中，他并没有跑掉。李珍秀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柯文哲权力的存在，他拥有最高的网络声量，不管正或负啦。柯文哲认为就是现在他就是需要声量嘛，反正就是总比完全没有信息要来得好。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柯文哲的确有抠着不放的理由，为什么？重点就是在于说，近期内柯文哲本人或是整个民众党没有立即接受选票检验的这种压力。他也不是说我现在就马上要投票，他11月来投票，到时候大家搞不好已经忘记他。如果真的有很负面影响，选前3个月把他砍掉，保证没人记得。好，所以柯文哲现在耍的牌就这样，他想要用这个牌去刺激什么？当然是蓝票。因为出来帮忙说话的，你要注意，民众党有多少人帮忙出来说话，其实不太重要，因为真的，民众党具有声量的黄国昌，他其实在李正秀这个，我们从看光天姐的态度，大概也都知道了，黄国昌是有点占一半。就是你们就去吵了哈，该有的正义就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啊，他不会去动到这一块。好，所以说都是郑丽文底下的那一批，现在演的比较统的那一批的人，包括像罗志强等人，会跳下来承包这一块。好，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的。柯文哲真正设想的是说，要透过这个议题去把国民党的盘搬过来，所以他不在意说我民众党的那个其他的盘掉多少。当然，最近包括郑潮文也有一份民调了哈，就是郑丽文的这个接受身为中国人啊，其实接受的真正认同他的话的大概只有26.4%，远远少于什么呢？不只是不接受，连完全不接受都少上一大截。就是说，这涉及到这个中国人、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这种身份认同的议题的时候，其实去抢这块是很吃亏的。但柯文哲的考量到底是什么？郑丽文不选的，郑丽文是不选的。地方上这些国民党人会不会？我们就问，会不会在2026的投票前1-2周去切割，包括江启臣这些人主动去切割郑丽文那种极度情绪东西？会嘛？你看蒋万安那个啊，我是台湾人马英九还是新台湾人蒋万安直接说我就是台湾人，结束，没什么好讨论的，就可以看得出来，真实的选项会放弃这一块。这对柯文哲来讲，那些中配的要票，谁要？我要，我会推一些介于这种性质的人。就跳下来去把这一块的票去把它卷走，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说，柯文哲怎么提这样子的人当立委的时候，你要问的是柯文哲下面在选的那些议员、村里长有多少也是类似性质的人，也是可以拉一条线到特定的统派社团、陆配社团，或者是甚至拉一条线到国台办。所以柯文哲他的布局，所以2年前你都知道为什么不处理。他就是要把这个放进来，成为他后面延伸的要素。不要忘了，柯文哲的战术都是让你们下去争，让你们下去斗，最后能够活下来的就通通都是我的。所以只要有这个框架在，我认为柯文哲短期内不可能退让，他就是要看到血流成河，他就是要看到国民党主动跳出来协助他为这个事情。他
他就是要看到血流成河，他就是要看到国民党主动跳出来协助他围这个事情。蓝营对这件事情会表态吗？其实我觉得在李珍秀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刘世芳真的很超过。因为刘世芳过去大家知道他就是要改中正路、改进国路，可是他现在来找李珍秀麻烦，我觉得是过了。第一个，他说呢，李珍秀从来没有寄出放弃国籍的资料，他不是寄出啊，他亲自到去对岸要去湖南省申请啊，人家跟他讲说，在两岸特别条例里面。甚至以现在中共的条例，他没办法认定台湾，他直接放弃给你一个资料，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申请的。第二个呢，陆委会主委都亲自讲，从来没有人成功放弃过这件事情。那刘世芳你还要扯，要人家提出来。那过去陆委会还寄出一个李珍秀说，那你帮我填这个文件，然后我寄出，好啊，你试看看，你成功他就好啊。李珍秀也愿意填所有的文件嘛，所以是没有人成功是从陆委会主委口中自己讲出来，而且打脸刘世芳。第三呐，如果以这种模式来讲，就以国基法认证来讲，李珍秀可能已经比。在很多评论都写了，比萧美琴当时候放弃国籍，他侨选立委，然后隔年去放弃的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去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去做努力了。可是重点是两岸特别条例跟两岸的特别关系，他没办法拿到这张。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如果刘世芳他一直去找李珍秀的麻烦，然后一直直至今日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议题的操作的话，我觉得民众不会买单。而且我觉得我每次。就是今天第二次引用韩院长的话，他说呢，哎呀，你要认定是你们行政机关的事情，我立法院就是保障他问政的权利。这句话讲得很有层次啊。那你要不要刘世芳内政部去跟陆委会主委打一架之后，再来回复那个立法院？这是要简短补充。对，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说可能林涛可能没有跟上最新的进度哈。那个今天今天讲出来是李珍秀，他基本上是他自己也讲，他到2025年3月。左右才去申请放弃中国的户籍，这就是刚才讲两岸条例9条之一的。那按照两岸条例的规定，其实很清楚，就是你要放弃户籍才能取得台湾的这个户籍。好，那 OK， 他2025年3月放弃也没关系，我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算。那要你拿到这个台湾的户籍满10年，才可以这个参选。那后面才有什么当选的这个就职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这个是李珍秀自己承认的。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李珍秀真的是2025年才去放弃户籍，所以往前，当时柯文哲连提名他的那个资格都是无效的。因为4至618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当时陆配的这个配偶很优秀 ，OK， 他去考公务员，考上了，一样嘛，拿资格的时候他就勾我是台湾人，因为他已经有身份证嘛，他就勾台湾人，他考上了要分发的时候才发现他是涉及未满10年，就释宪的结果就是他这个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未满10年的规定。所以同样的来看，李珍秀现在的状况已经不是单纯的你有没有申请放弃国籍，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前面你连户籍的这个效力可能都是打上问号的。那我觉得这样子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也好啦，对柯文哲也好，柯文哲可能就会说。那既然户籍就无效了，那就可以换一个。释宪也这样子好吧，那这件事情就这样，那下一位，可能就自己也搞个台阶也解决这个问题，对，还可以解决民调的问题，所以搞不好这反而是给柯文哲一个台阶下的空间。对，我不是没有跟上台湾籍这一件民进党户籍的新的，我是觉得太胡扯了，所以我不愿意提。我怎么觉得他胡扯呢？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过程中大家都知道，苏培选过举，我们在内政部中选会登记的时候。在我们的学经历跟所有的资格的认定上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当他没有官方的证明的话，他不会给你登记成功的。我在美国的资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资料，他一定要透过纽约的认证，他才要把你列上去，否则你就不要写了。所以，如果当时候柯文哲主席台湾民众党在提名李珍秀为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包括他的财产审查，中选会跟内政部是通过的话。他就有参选的资格，而现在信南还在瞎掰，前面那个说不通了。对啊，那个刘世芳他确实有去放弃，可是没办法成功，就开始扯他台湾籍。可是当时候给他选举台湾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资格的是谁？内政部跟中选会。所以当时候内政部跟中选会是违法吗？
是你通过他可以选的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扯这个故事真的没办法接受了。我觉得要当台湾的立法委员，对台湾、对中华民国表示忠诚，这不是很应该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林涛为什么要这么生气，而且他针对这一件事情，他骂的是内政部部长，他不去要求李珍秀对台湾忠诚，拿出他放弃这个中国国籍的身份，他对李珍秀不放弃中国国籍身份，他不生气，他生气的是内政部要求李珍秀提出忠诚的资料。我要讲的是今天的这个户籍的问题，其实邱垂正邱主委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李珍秀是1993年的时候就来台湾的中配，2004年两岸条例修正之后，是要求中配必须要放弃户籍6个月内才能够在台湾取得台湾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条例还没有修正之前的，他可能就没有放弃的身份。所以李珍秀有没有放弃户籍，他当时是提不出来的。所以他2025年3月放弃户籍的话，他基本上在2023年，当时是不是能够去担任这个被民众党提名为立法委员不分区的候选人？这其实是有疑义的哦。他当时提供什么样的资料？我们来进行检视。如果他当时提供的资料是有伪造的，他当时一定是提出。这又是新的 story 了。伪造要讲清楚，这是指控。好啦，我就是指控他。他如果当时提供的就是只有中华民国身份证，他没有提出他当时在来台湾有放弃户籍的资料的话，我们也没有需要检验这一件事情啊。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嘞？好，然后再来胡扯到说什么刘世芳要改中正路啦，要改什么样路？我告诉你，你知道第一个上一次在刘世芳之前提出要改中正路的人是谁吗？是柯文哲。柯文哲要在台北市把所有中正路全部改掉，林桃你那不出来美意，你起码要给我改蓝百合，然后还提萧美琴，萧美琴有没有放弃美国籍？有啊，那你为什么没有给他掌声？你现在还提一个这个没有放弃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没有任何人我再来补充一件事情，没有放弃成功，但起码要放弃嘛。李珍秀今天让大家生气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林涛，你一直帮李珍秀讲，我不是帮他讲话，我帮制度讲话，是内政部跟中选会给他参选的资格。来，李珍秀说什么？李珍秀今天受访的时候，他说啊，内政部啊11月11日再度发文给李珍秀，要求他提出放弃中国籍的书面资料。他说啊，这就像岳飞12道金牌，他已经收到了2道，他没有打开内政部给他的文。内政部给他文，要求他要放弃。我告诉你，内政部寄资料给你，你连打开都不打开。内政部寄资料给你，你连打开都不打开。你连尊重这个法律都不尊重法律，不是尊重法律的问题。你告诉我说你要当立法委员，中华民国立法委员，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凭什么担任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到24号开议的时候，显然呢，这会是大家瞩目的一个焦点。来，杨明，另外一件事，对蓝营来讲的话，好歹。那在一片大家都在讲说，那主席是不是真的要把每个地方调和顶戴？尤其在很多蓝营觉得优势区，譬如从新北、台中这些地方，彰化，那好歹新北昨天是好消息嘛，对不对？那川普先说要辞，然后接下来刘荷兰说退，然后接下来就要全力。那新北这一局背后有什么 story 吗？那台中呢？台中现在真的要到3月多吗？其实我想这个新北给国民党基层一个叫做鼓舞士气的能量叫正能量不是郑主席的正是侯友宜提供了一个正能量是侯友宜的。主要是侯友宜与刘荷兰愿意，就是刘荷兰这股力量愿意成全李四川。那当然，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是因为所谓的各家民调出来的结果。大概就是蓝营里面最强就是李四川啦。那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讲，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布局第一个我让李四川那个叫做光荣登场。
你知道像蓝营现在就讲了啊，我本来听牌就是听4万，现在这张牌可以打出来了哦，4万，因为还有蒋万安，就双北，所以他们未来这个连线叫4万连线哦，还可以4万善良哦，张善政、谢国良哦，这个好牌哦，所以我说。对于北北基桃本来就是蓝营的优势，搞到大家很焦虑，其实是很奇怪的。好，那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一局对李四川来讲，川博的登场，让刘和然的高度也提高了。现在甚至有一些说法说，哦，刘和然彰化出身，不然对，请他去彰化救火好了。哦，那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觉得现在刘和然整个高度在国民党内很多的基层对他会感念。那对侯友宜来讲是一个叫做，我不出手则已啊。之前还很多传言说什么，哎呀，我又不见李乾隆啊，我又不见谁，好像一副侯友宜很难搞，没有啊，侯友宜搞定了一切啊。那这时候谁被比下去？卢秀燕。其实现在是台中变成另外一个对照组。对国民党来讲，他们也觉得台中不应该变这样吧？台中也是很明显民调碾压，就是江启臣碾压杨琼英啊。可是杨琼英说没有，玉皇大帝说他会赢啊。那我能怎么办？那就只能去，就是要拼一场啊。那只是说他不是公开的初选民调，他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内参式的。那如果今天两边都相持不下，那可是为什么新北可以，你台中不行的时候，我觉得卢秀燕市长她的威望会因为这样受损。因为大家都认为说，你看侯友宜，人家也选过总统，把这个局搞得那么漂亮，而你台中为什么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对卢秀燕市长会有伤害。会不会有一点，他是因为刘和然是侯友宜的副市长嘛？那2位委员，不管江启臣副院长或者杨琼英，都不是杨琼英委员以前当过，他当过他的副市长，但现在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你们说，哎，大家要不要相忍为国、相忍为党，要不要退这些？那相对，可是台中刚刚杨明讲的是啊，因为最起码是执政区嘛，然后那个优势没有道理会这样。尹浩，涛哥，实在是。这怎么办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昨天这个李世川他公布之后，包括这个侯友宜市长马上支持，然后这个朱立伦主席也马上支持，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代接一代的接棒，一棒比较长嘛。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刚才这个阳明哥讲的4万善良，你看这个标题也不错吧？这个完全是北北基桃的联合空防区。那这个联合空防区形成之后呢，包括这个4都的4议员都是打共同的这个议题战，那就会稳住我们新北市的选情。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现在今天又有人在讲说，柯志恩现在有士气大增，因为透过这个未来李四川说要去这个拉抬这个，我们讲柯志恩这种双城奇谋，所以你可以看到，只要把气势带起来，脚步踩稳，这就是正确的路。那我认为啦，这几个县市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第一个，他们有国际的远见；第二个，他们有科学理性稳健；第三个，他们真的是做事的人。我认为现在的选民对于政治或对于两岸议题，要在2026提早发酵这件事情是迟疑的。但对于城市的治理，对于稳健的政策的提出是支持的。所以我现在很高兴看到北北基桃，我们自己要选市议员的人，我们也觉得搭着北北基桃一起做攻防是应该可以获得市民支持。我们自己要选市议员的人，我们也觉得搭着北北基桃一起做攻防是应该可以获得市民支持。来，舒佩，那对你们来讲呢？那面临到昨天他们整合的这一块，还有阿佩昨天尾牙为什么是哭吗？对啊，阿佩昨天尾牙唱到这个枷锁又哭了，不知道哭什么。可是他上一次。对，那个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此时心中那把枷锁，何时才能解脱？谢谢杨明帮大家解。我还要学他的。我一直在想说那个枷锁是哪一首歌里面有枷锁？我想说囚鸟，他不是最爱这样唱囚鸟吗？囚鸟哪有枷锁？好，反正他就又哭了，然后他哭了之后，陈佩琪也哭了，然后那在这个尾牙这种欢庆的时间，然后身为一个党的老大带头哭，那代表这个党
今年会好吗？我妈妈不怎样，反正他哭就任他哭，他总是有很多的感触。他上一次哭是228的时候，讲到他阿公的时候哭嘛，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就也不知道他的情绪何来，但是我觉得3月26号该面对的事情还是要面对哈。那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国民党当然这个李世川川普就是在这个跟辉达签完约之后就正式的辞职了嘛，但辞职居然都已经公布辞职，居然不在这个年前辞职也是很奇怪，因为过年的时候通常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去发红包最好的机会，那你这个过年前不辞职，过年后才辞职啊？那你这一段时间春节的时候去跑拖的时候，去拜庙的时候，都还是以台北市副市长的身份，那对台北市民来讲情何以堪啊？所以这当然我觉得这都是可受公平之事，这一定会被挑战。但我不知道川普为什么要这样被挑战。但面对国民党的所谓的刚刚用口号方式的来主张自己准备好这一件事情，我们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啦。因为刚刚这个林涛所说的两岸的议题绝对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来发酵，但是两岸议题会在今年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发酵，不是我们啊，不是民进党啊，不是民进党抗中保台啊，是谁？是郑丽文啊，是你们的国共论坛啊，是你们3月即将要进行的政习会啊，比美国比我们的国防还要重要，这就是国民党的选择嘛。而且国民党自己都还讲啊，跟中国的关系好。这没有什么不好啊，而且这是他们最重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才讲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政协会要不要把所谓刚刚杨明你想说他们是什么4万善良4万善良全部都带去嘛？也去分享给中国啊，请他们4万善良一下啊，对不对？空防直接空防到北京去嘛，我觉得这很棒啊，对不对？好，这件事情来，伟豪，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黄国昌直接说，因为当整合完以后，对，他直接说他不会当副市长，对，这句话解读一下。这个我觉得林金杰搞这个，好，那重点在于说他不当副市长，他是不想因为他现在已经提名了，对啊，如果换他当副市长，人家去民进党要开始讲你说是不是在抽原子弹那可能会有事，所以他一定要技术表达。OK， 要当副市长之后要不要当另当别论？但我觉得他比较想当副总统就是要和应该是长期来和。不过你听到一个消息，随着民众党包括在他三如初选那一切不顺其实都有影响到黄国昌在党内的声量和地位。所以民众党现在目前内部的解读是，黄国昌退下来的话，因为比民调注定就是会输了，顶多就大概就是换到嘉义市了这已经算是他们最后底线。那会不会成功？真的还是要看柯文哲，这就不是黄国昌能够操作的。OK， 选战瞬息万变，那未来会怎么样？那跟着包括不管是国际、两岸，还有国内所有一些局势，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